大家好，又到了一年一度吃月饼的中秋佳节。首先祝观众们中秋愉快，阖家欢乐。今天拍视频主要讲一下中秋节相关的传说故事，同时分享两个跟月亮有关系的修炼方法，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试一试这种养生的功法。我们先讲一讲中秋节。中秋节呢也是丰收的一个概念。之前我发中元节那期视频的时候，有观众在下面评论说，认为中秋节才是丰收节，中元节不能是丰收节，它跟丰收没关系。经过我又重新核查史料呢，中秋节和中元节在古代的时候最早都是跟丰收这个概念有关系的，只是两个稍微有点区别，一个在秋天的早一点，一个在秋天的晚一点。中元节呢，基本上是第一批的果实和粮食丰收，所以叫做尝新，就是每年的第一批收获的粮食要祭拜祖先、祭拜鬼神，所以就形成了中元节的早期雏形。中秋节呢，基本上是到了秋天的中间的阶段，所以大批量的粮食作物、水果就已经丰收了。这个时候就是祭拜感谢土地，包括月神这些神灵，来庆祝一年的丰收，逐渐就形成了中秋节的早期雏形。随着历史的发展呢，官方上一直是有这种祭拜月神的、祭拜月亮，就是太阴的这个概念的形式，就是皇家每年都会代表官方，春天的时候就祭太阳，秋天的时候，中秋的时候就祭了一个太阴。到了唐朝的时候，就开始有中秋节的这种正式官方称呼。但是形成像现在我们过中秋节这种团圆团聚、家庭为主的这种过节的方式呢，是在宋朝的时候才形成。因为基本上到了宋朝的时候，商业才得到比较大的发展，形成这种完全脱离农业生活的城市市民生活，才形成了这种现在这种团圆小家庭团聚的这种概念和行为。同时也有很多这种商业因素的节日形式，包括我们吃月饼啊，一些看灯、赏月种种活动，都是宋朝才逐渐形成气候的。我们现在的过节形式更多的是明清这个时期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发展，才形成了现在的饮食习俗。当然，随着这个中华文化圈的扩张，现在东南亚各国过中秋节的形式和意义也是不太一样的。像日本，它有日本的过中秋节的形式，还有它的食物，不是月饼，是另外一种食物。在韩国也有韩国的这种概念。嗯，在越南呢就更有意思，越南好像是把中秋节当做儿童节来过。这是中秋节的过节形式，不知道各位观众所在的地区是怎么过中秋节的呢？我家呢一般就是把月饼稍微分一分，每个人吃一小块儿。月饼那么大块儿就不是给一个人吃的，它就是为了分开，然后让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分开吃一块儿，代表我们吃的都是同样的东西。同时，这个月饼的形状呢，就是和月亮这个圆月的形状是一致的。所以代表了圆满，代表了团圆。另外就是简单做几个菜，大家一起吃个团圆饭，就算是过节了。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过节的形式吧。现在赏月的活动在温哥华这儿好像不是太多，可能跟气候也有关系。现在温哥华这儿已经晚上开始有点凉了。我们再讲一讲历史传说，跟中秋节有关的，最主要的就是嫦娥奔月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版本非常多，我看了4、5种。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种呢，就是讲这个嫦娥呢，她奔月呢，不是说为了
争风吃醋，也不是说被人迫害。她的会吃这个不死药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反抗这个她的丈夫后羿。因为后羿本来是一个英明神武的领袖，结果夺得大权，独裁之后呢，搞得民不聊生，反而是让这个人民更痛苦了。然后他这个后羿又去西王母这儿求了不死药，还想让这个独裁统治能够长久下去。那嫦娥为了反抗这个呢，她也打不过后羿，她也没有这种反抗的基础，所以她就偷偷把这个不死药偷换了，自己来吃了。自己吃了不死药之后，就飞到月亮上去了。那后羿后来又被他的这个宰相这种级别的呃下属杀掉了，又换人，夏朝就经过大概40年左右的这种太康失国之后，又赵康复国，才恢复这个夏朝的中央统治。这是我觉得比较合理的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，就是符合逻辑嘛，比较符合我们大家的常理的。因为看记载，本来东夷九琼氏的首领，后羿，他是很励精图治的，因为他本身不叫羿，他是觉得自己射箭技术很好，可以跟传说当中就是尧时代的这个射日的这个羿媲美，所以他就自称后羿，带领这个东夷的这个部落，把夏朝呢政权就推翻了。他夺得这个夏朝的统治权之后，就开始不干正事儿了，整天就瞎折腾。他好射箭嘛，所以就天天去打猎。今天圈一块地，明天圈一块地，就把这个地就当做猎场，你也不许种庄稼了，普通老百姓也好，贵族也好，就不让你在这儿生活了，天天去打猎去。不光是老百姓民不聊生，贵族民不聊生，他老婆也受不了啊！你天天不着家，那这个嫦娥在家里面肯定就很孤单嘛。就是老王教主说的这种，就是中年夫妻危机了嘛，肯定是性生活不和谐了。我觉得大家就听一个乐啊，我也就是把我看到的故事情节稍微做个合理化的解释。好，开玩笑的历史故事讲完呢，我就分享一下跟月亮有关的修炼方法。我这个频道是立足服务全球华人的中医养生、玄学、娱乐脱口秀频道嘛，所以有时间的时候我就分享一些养生修炼的东西。今天想分享这两个功法呢，都是比较简单的。大家知道，佛家和道家是我们传统修炼当中避不开的两个大流派。他们当中对同样的东西都是有同样的修炼，但是会完全不一样。这和他的指导思想、世界观、认知是不一样的。包括老王讲过这种双修的观念。你当这种夫妻生活、性生活不和谐的时候，怎么改善呢？除了说是这种因为尺寸不匹配导致的，这种实际上是非常小的。好多时候都是，年轻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都是比较干柴烈火、比较匹配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生理机能的减退，慢慢就开始不和谐了。这种其实通过针对性的养生，针对性的去做我们这种所谓传统双修上面一些正确的认知，还有你去调整夫妻关系的这种和谐程度吧，都是可以改善的，并不是说一定就不合适就要分了，还是怎么的。实际上是有很多办法可以改善的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会专门做一期视频讲一讲这种双修方面的东西。主要是为了提高大家性生活的状态，可以让大家性生活更和谐，性生活愉快嘛。但是从双修上就可以看出，佛家和道家它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像佛教，它就是主张这个禁欲，就是因为它是主要观念就是无我嘛。
就是你这个我其实是不存在的，是没有这个我，所以你的各种欲望、身体的感官其实都是假象，你要尽量避免这种干扰，你才能真正认识到无我。然后道家呢，它是要不断的完善自我，就是他去加强我有这个感官，我要充分利用。呃，在性生活当中，就双修当中呢，在不射精的情况下，尽量达到多次的高潮。因为所谓的高潮，实际上是你的盆底神经节是直接可以连通到大脑、连通到脊髓的，所以它会达到非常强烈的这种快感。啊，如果是像道家双修的这种没有射精，它就可以男性也好，女性也好，可以达到长时间的高潮，而不是说你只是很快的一个性高潮过去就过去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它可以所谓的炼精化气，达到升华这种生命、升华精神的这种状态。我们普通人的话，没必要做那么复杂的，就是做一些简单的双修的基础就可以了。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跟月亮有关系的修炼方法也是这样，就是传统上呢，道家他是认为月亮是属阴，它是属于太阴嘛，和太阳是对立的，主管这种冷静、平静、清凉、镇静的这个意思。同时，它有大量的阴性能量，而且是极阴性的能量。所以，如果你能够采这种月亮的精华，就是月华，吸收到体内，可以作为练内丹的一个重要的基础。有一些内丹功法的基础就是采月华。当然，采月华是需要相当高深的功夫，对你的打坐的基础要求非常高，普通人可能很难采到月华。我们可以不讲太多宗教观念，就先简单介绍一个叫做月光呼吸法。把那些复杂的概念我们先都不去设计，就从最简单的呼吸加上观想入手。所谓的气功就是调身、调息、调心，有这三者合一，就可以叫做气功的功法。如果合理符合一定的原理的话，就会有效果。怎么做这个月光呼吸法呢？大家可以在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最好是能够看到月光的地方，不一定能看到月亮，就是能够看到月光就可以。或者你看不到月光，去看一看这个月亮的照片也好，视频也好，你有这个观念。但是最好是在月圆之夜，不是月圆之夜也可以练，但是月圆之夜效果会更好一些。或坐或站或躺都可以，就是一个舒服放松的姿势，然后去闭上眼睛，观想这个清冷的月光从你的头顶照到身体里面，然后慢慢吸气、呼气都是用鼻子。慢慢吸气的时候，随着吸气，月亮的这种银色的光也从你的头顶照到你的胸腹的内部，整个这种月光啊，都充斥你的胸腹之间，同时就把月亮这种清凉、冷静、良好的这种能量吸收到你的体内。这个时候你再慢慢呼气，呼吸都一定是尽量自然呼吸的前提下，缓慢、匀速，这种鼻吸鼻呼。然后呼气的时候呢，你的观想，随着呼气，你体内的紧张焦虑、疲劳，还有负面情绪、负面能量，就随着这个呼气排出到体外。不断的循环，吸气、呼气，加上不同的观想，不断的重复，不需要练太多，有个5到10分钟就足够了。你可以每天晚上练，也可以我就是初一十五练，不影响正常生活下。大家去练一练，坚持练一段时间，就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，尤其是可能偏阴虚的女性啊或者男士，可能更适合练这个功法。这是
道家的采月华的简化练法，我们再讲一下佛家跟月亮有关系的观月轮的禅修方法。观月轮主要是把月亮观想到你的心轮上，也可能是身体的其他的部位，看不同的功法，它禅修的要求不一样。这个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，好多人用这种方法禅修很长时间都很难入定。我们普通人的话，可能就更难做到。但是我们就简化一下，就不想这些宗教的概念啊，不说这些禅修基础的这些基本要求了，只是做一个静心赏月。怎么叫静心赏月呢？就是通过观想月轮，达到一个静心的目的，这就达到一个基本的修行的作用了。就不要想太多的其他的月轮啊、心轮这些佛教的概念了。方法呢也是很简单，这个方法呢就和道家的方法不一样。道家的方法我们不一定要实体看到月亮，佛家的这个方法最好是你能够实地看到月亮。你在窗户这里看到也好，你到户外看也好，总之就是最好是能够实地能够看到月亮这个形象。然后身体呢最好是静坐，当然站也可以，最好还是就是坐稳一点，然后身体能够放松嘛。然后你就通过你的双眼去观察你看到的这个月亮，最好是圆月了，如果不是圆月，弯月其实也行。看什么呢？就是不要加任何评判或者是主观的这种想法的观察，观察这个月亮的形状、光晕、纹路，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有的有明有暗，这个光亮不均匀的地方，就是不断的去观察这个月亮，你能够实际看到的月亮这个细节。越细越好，不断的去观察啊，就这几项，它的形状、它的光亮、它的光晕，还有它的纹路。这就是赏月嘛，一定是要用眼睛去看。看的过程中，可能很多人没有这种静坐的静功的修炼的话，会非常容易走神儿，就想别的了，或者看着看着就眼睛就看到别处去了。没关系，这个很正常，就是尤其是一开始，有的人还是可能一看月亮就眼睛就打架，就睁不开眼想睡觉了，都是很正常的现象。但是你一旦发现这种，哎，这我怎么走神了，赶紧回来，再继续看月亮，还是看这几项，看它的细节，看它的轮廓，看它的光晕。看到什么时候呢？看几分钟，一般这个过程是1到3分钟吧，不要太长。你慢慢能够把它的细节记住之后，把眼睛闭上，闭上之后，用你的想象去想象你刚才看的这个月亮的各种细节，它的形状、它的光晕、它的光亮度、它的纹路的细节，不断的去想，在你的脑海里面想这个月亮。当你发现你有些细节想不清楚的时候，再睁开眼睛，再去看这个月亮实体，如此反复，慢慢，你就可以在你的意念当中，能够观想出来这个实体月亮这种呃形状、光亮、光晕，还有它的纹路。当然，这个是很难的了。当然比这个白骨观之类的肯定还是简单一些。这个赏月这种就不要想太多，你就是用眼睛去看。当然，这种观想方法可能更适合那种形象思维比较好的人，比如他是从小学过画画啊，画画很好，他的形象思维很好，或者他脑海里面能够出现这种具体的形象。好多人是所谓的无想者，他是想象不出具体的形象的。有的人去想象的时候，不是能出现这种图像型的想象，好多是出现这种概念型的。这个我们不太细说了啊，大家都可以试一试。这种两种方法，当然就是不断反复之后，你也不用时间太长，有个10分钟、15分钟，觉得有点累了或者有点烦了，就及时停止。第二天月亮出来的时候再继续看，就赏月嘛。就是通过这个赏月这个行为，不断的去观察，不断的去观想，然后把你的心静下来，
让你的专注力得到提高。这就是佛家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功法的简化版本。今天就是分享这两个简单的修炼方法，大家可以都试一试，看看自己更适合哪一种。如果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，欢迎评论区留言或者给我写电邮，我看到以后，一定会回复或者是答复的。呃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了。